上周三，也就是4月2号，原本应该是长江和记跟美国贝莱德集团签署全球43个港口交易法律文件的最后日期。没想到就在这一天，长江和记发布公告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笔交易案的法律文件将延期签署。但是这个交易并没有彻底取消。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显而易见，就是3月28号晚上，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接受大公报的采访。他说到将依法对这笔交易进行审查，保护市场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一时之间这笔标的为228亿美元的港口交易案，它的前景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那么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拦阻李嘉诚出售自己名下的港口呢？李嘉诚和包括后面的长江和记它背后的交易又有哪些背景和故事呢？那么这笔交易未来的前景又如何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李嘉诚和巴拿马运河港口交易背后的故事李嘉诚大家都知道是香港首富、亚洲首富据说资产有300多亿美金他的个人经历非常传奇。他早年呢是一个大陆移民，是个苦孩子老家呢是广东的潮安。1941年的时候，他跟着他的父母呢就移民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百业凋敝李嘉诚这个人呢非常有经济头脑，他在15、16岁的时候就给一家钟表店去当推销员，据说当时他就立志要当香港首富。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他拿了5万港币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生产塑料花。当时这个塑料花的销售前景非常好赚到了第一桶金，被人称之为香港的塑料花大王。上个世纪70年代他开始涉足香港的地产业，赶上香港地产的腾飞所以呢一下子资产就开始巨额膨胀起来。1996年李嘉诚他们家发生一件大事。这一天就他的这个儿子李泽钜被香港有一个劫匪叫张子强给绑架了。这张子强也是个人物绑架了李嘉诚的大公子之后只身一人闯到了李嘉诚的公馆，就跟李嘉诚说，我绑架了你的公子，你看着办，我要20亿港元的现金。据说李嘉诚面对张子强的时候非常镇定，就跟张子强说，他说20亿港元没有，但是10亿港币可以，你愿不愿意接受？这张子强就接受了。于是当天李嘉诚就给了张子强4000万港币的现金让他带走，紧随其后又弄了一辆汽车给张子强装了一汽车的10亿港币的现金。据说这李嘉诚当时还跟张子强说，他说这些钱够你后半辈子花了，别乱花，你就买我们长江和记的股票，保你后半生荣华富贵。当然了，这个张子强呢因为走到了邪路上也没听李嘉诚的，后来又继续绑架，跑到中国大陆，被中国政府抓起来之后直接给枪毙了。这长江和记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这个商业帝国的版图是非常之巨大除了港口也包括这个地产之外呢，它同时还有零售业，还有包括电信行业所以它的商业版图涉及到世界上众多国家，也包括中国大陆。那么今年3月4号，长江和记局发布公告说，它全球范围内43个港口199个泊位将以228亿美元的价格打包出售给美国的贝莱德集团。这个交易其实还蛮复杂的。长江和记下面有一个专门的和记港口的上市公司，这家上市公司是在新加坡上市的这家上市公司里头一共有53个港口，其中这中间有10个港口是中国大陆的，那么还有呢43个港口遍布全世界的23个国家。这一次呢，长江和记出售的就是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那么这个出售的对象又是美国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所以在3月5号，也就是第二天，这个川普总统就立刻发表了一个演讲，说 To further enhance our national security, my administration will be reclaiming the Panama Canal, and we've already started doing it. Just today, a large American company announced they are buying both ports around the Panama Canal. 言之凿凿，就说美国现在正在重新收回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嘛。大家都知道川普在今年总统就职的时候，他就讲 The Panama Canal, which has foolishly been given to the country of Panama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I mean, think of this, spent more money than ever spent on a project before and lost 38,000 lives in the building of the Panama Canal. We have been treated very badly from this foolish gift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made.
and Panama's promise to us has been broken. The purpose of our deal and the spirit of our treaty has been totally violated. American ships are being severely overcharged and not treated fairly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nd that includes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above all, China is operating the Panama Canal, and we didn't give it to China, we gave it to Panama, and we're taking it back. 他说，美国当年放弃巴拿马运河的主权是非常错误的，卡特政府的一个错误的外交路线。所以我们现在，美国要重新收回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同时也要把格陵兰搞到美国的领土里头去，加拿大最好变成美国的一个省啊，雄心勃勃啊。所以你看到了吗？3月5号，美国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就开始买了巴拿马运河的2个港口了嘛。他这么一说啊，大家才发现，这个长江合记这次出售的全球的港口中间有2个港口，就是巴拿马运河旁边的港口，一个港口呢叫巴尔博亚，另外一个港口呢叫克里斯托瓦尔。这2个港口啊，大家如果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啊，地理位置确实是非常重要，一个在巴拿马运河的左侧，一个在巴拿马运河的右侧。基本上占据了太平洋和大西洋2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运河的入口。那你要船舶进港，进这个运河，你有的要在这停泊，有的要在这里头装卸集装箱嘛，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一时之间，关于巴拿马运河这2个港口的交易问题就成了全球瞩目的一个焦点啊。那这里我们首先讲一个背景啊，长江合记怎么就有了这个巴拿马运河的2个港口呢？大家都知道，巴拿马运河实际上是美国在上个世纪100来年前开凿的。这个运河在1914年挖掘成功。挖掘成功之后呢，按照美国跟巴拿马的这个条约，美国拥有巴拿马运河区的永久主权。也就是说，这巴拿马运河虽然在巴拿马这个国家里面，但是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属于美国。那美国独占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所有权几十年。后来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很多国家民主主义复兴大家都指责美国你这个永远霸占巴拿马运河不合理，就有点像当年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殖民地嘛。那就像香港，那1997年中国就收回了香港。所以在1977年的时候，巴拿马这个国家跟美国就签署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就规定巴拿马和美国将分22年左右的时间呢，美国要把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呢移交给巴拿马。这里头只有一个条件，就遇到军事战争的时候，如果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中立地位遭到侵害的时候，美国有权重新封锁巴拿马运河，收回巴拿马运河。那么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呢，巴拿马就彻底收回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那么在这个陆续收回主权的过程中，也就是1996年的时候呢，这个港口就归还给了巴拿马了。那么巴拿马当时由于自己的经济能力不行，港口管理的能力也不行，他就让全球范围内开始招标。招标什么呢？招标就是让其他国家的那些港口运营商通过这个特许经营的方式来管理这2个港口。一个港口就叫巴尔博亚，另外一个港口就叫克里斯托瓦尔。所谓特许经营，就是说你来经营，然后每年你给我固定的租金，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利润的分成。他这个公告出来之后全世界范围内一共有3家来应征，一个就是美国的一家公司另外一个是香港的公司，就是长江合记，还有一家日本的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川崎重工。那么巴拿马一开始比较属意美国这家公司但是他到了美国去考察这家公司之后呢，就有点不太愿意跟美国这家公司合作了，因为美国这家公司不仅仅要这2个港口，还要这个铁路的一个经营权。那巴拿马政府就觉得这家美国公司一方面开价低，另外一方面要的又太多，于是在全球范围内就征求更多的买家嘛。这个时候这个长江合记就脱颖而出了。长江合记的开的价格在所有3家里头最高，他开的价格呢是每年给巴拿马政府2200万美金的固定的租金。与此同时呢，这个2个港口10%的股份直接送给了巴拿马政府。也就是说，这个港口如果赚钱了，巴拿马政府你每年还可以分享这个利润额嘛。这个特许经营的时间呢是25年。应该说这个长江合记拿下了这个2个港口之后李嘉诚是特别有眼光，经营的非常好这些年巴拿马政府呢还靠着这个长江合记的经营呢也赚了不少钱。有人统计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巴拿马政府一共分到了5.5亿美金。所以到2021年的时候，双方又重新签订了一个合同，
长江和气呢就给他们以什么2400万美金的社会责任费，又有1700万美金的其他的费用，然后就规定了每年分红比例不能低于700万美元，再加上原先的那个2200万美元的这个特许经营费嘛。据测算，按照这个方式，未来25年啊，这个巴拿马政府至少可以拿到8亿美金。应该说啊，交易的方式啊，双方都挺满意的。但是到了2023年的时候，也就是说，长江和气刚刚签署了第2个特许经营期之后啊，他就开始准备把这些港口啊打包给卖了。打包卖的原因啊，据分析有2个。有人说啊，就长江和气啊，它这个商业版图中啊，它这个港口业是个重资产行业。但是在整个长江和气的范围内呢，它的回报率又比较低，整个回报率占整个集团的只有9%，所以呢，这个李嘉诚啊就觉得有点不太合算，这是一个因素啊。另外一个因素啊，有人就说巴拿马运河这几年呢，这个由于老是干旱之后就导致运河这个水位啊，它飘忽不定，每天可以通过运河的船只由当时啊平时的36艘就降到了23艘。非常非常低，20几艘啊，所以呢，这个利润不稳定，再加上最近几年啊，这个全球经济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啊不是特别好啊，导致这个港口的收益率比较低，所以李嘉诚啊就准备把这个港口统一打包卖掉。从2023年就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找买主，一直到今年，找到了美国的贝莱德集团，于是就决定把这个全球范围内43个港口通通打包卖给贝莱德集团。但是没想到啊，这笔商业交易正好赚到了中美2个大国互相之间在经济领域的角力。有一个背景啊，就是中国啊在中南美洲啊这些年也开始推广“一带一路”。这巴拿马原先是承认台湾的啊，2017年的时候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于是跟台湾断交了。各位国人同胞，对于巴拿马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个盟邦，但是我们拒绝以金钱竞逐外交的态度不会改变。我们是主权国家，主权不容挑战，主权也不容交换。建交之后呢，巴拿马就宣布加入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那加入到中国一带一路计划，那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中国要在巴拿马要进行投资吗？当时啊，习近平访问到了巴拿马啊，然后就承诺在巴拿马要搞很多基础建设。哪些基础建设呢？一个是在运河上面啊建第4座大桥，其次呢，在巴拿马运河那儿开通一个新的港口，叫玛格丽特港。还有呢，希望能够帮助巴拿马建造一条高铁400公里，就是一下子这么大一个摊子。中国这一带一路都是中国的这些银行给贷款，然后中国的工人到那去给建设啊，然后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把这个基础设施帮对方给完善起来。当时的巴拿马政府呢，觉得还蛮有吸引力的，就加入了这么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啊。但是呢，川普上台之后遇到了一个新情况，因为川普呢一直认为这个巴拿马运河当时这个美国政府让给了巴拿马不行，这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My administration will be reclaiming the Panama Canal, and we've already started doing it, taking it back. We're going to take it back? He just said take it back. That's a good idea. 他希望能够把巴拿马运河重新收回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打到现在，双方这个不断拉高这个调门说实在的，在经济领域内的对撞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川普当时有2个意思，第一个呢就说了，要准备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挂中国旗的船，也包括在中国生产的船呢，停泊到美国的港口之后呢，要收一笔特别停靠费。这个停靠费要在100万美金到150万美金之间。这个船你哪怕挂的英国的国旗，但是是中国生产的，停靠到美国也必须交这笔钱。那这个一宣告出来的话，那立刻引起全球航运界的恐慌啊！你想想，全世界范围内的船现在90%都是中国造的，那你中国造的船，你不挂中国国旗，你挂其他的国旗到美国去停靠的话，那也要收这笔钱啊！美国当时宣布这个政策的时候，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在造船业方面的这个能力嘛，希望把这个造船业夺回到美国来，或者说交给自己的盟国日本和韩国啊。那这中国就紧张了，你想想中国这些船别说停靠美国了你停靠到其他国家，这些其他国家如果港口是美国的，
那么美国完全有可能利用长臂管辖，说这些港口你停靠的话，也必须交这些钱。所以啊，那中国面对这种情况就非常紧张，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这川普呢就觉得中国控制了全球范围内的这么多港口，对美国军事上也是一个威胁。你比如说2023年啊，这当时美国不是准备援助这个乌克兰吗？就派了一艘滚装船，3.4万吨，里头装了坦克啊、装甲车啊、直升飞机啊，就运到波兰的一个港口。这个波兰这个港口啊，旁边是波兰的军港，在军港旁边呢就是长江合济的这么一个商业码头。但是这个滚装船太大了，它长有200多米啊，它停靠的时候就需要有50米停靠到长江合济的那个管辖的泊位范围里。就跟这个长江合济说，就说能不能行个方便啊，让我们把船停到这儿。结果人长江合济一口就回绝了，不让停。结果美国的这个滚装船呢，最后又不得不就转到其他的港口，才把这些坦克给运下来。所以当时这件事情出来之后，美国国内舆论大火呀。所以你看，中国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控制的港口一共是73家，怎么得了啊？那你将来要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那中国对这个港口的控制，那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呀。所以你就知道了，港口这个资源呢，对于中美双方不光是经济领域内，也包括军事领域内的角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制裁。China-based companies continue to control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canal area. That gives China the potential to conduct surveillance activities across Panama. This makes Panam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ss secure, less prosperous, and less sovereign. And a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pointed out, that situation is not acceptable. We are grateful to President Molino, Minister Abrego, and your teams, along with the Panama Canal Authority, for responding to these threats and safeguarding the canal. President Molino's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flects his government's clea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the threat it poses.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China did not build this canal. China does not operate this canal. And China will not weaponize this canal.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李嘉诚要卖他的这个港口，中美双方就都有点急了。美国是希望欢迎，对不对？就我夺回巴拿马运河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桥头堡，而中国急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卖给美国，那不就相当于在这种中美外交角力、中美战略角力、中美经历全面竞争的情况下，你主动把这个战略资源交给美国了吗？所以他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香港很多媒体立刻连篇累牍的开始批评这个李嘉诚。香港有个大公报，大家都知道，相当于人民日报驻香港的记者站啊，他就开始发文章就开始警告李嘉诚，说这个莫天真，这个误糊涂。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交易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交易，你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交易吗？那个贝莱德集团他们那个负责人在交易之前还到白宫跟美国政府去汇报了呢，根本不是啊，他这就是一个被美国政府包装成普通商业交易的战略选择。当然了，这个猜测咱不敢说一定是为真的，但从结果上来讲，也就是说，这个交易一旦完成的话，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对全球范围内的中国船只的这个航运安全那确确实实构成了一定的风险。这巴拿马运河通过的船只中间有73%是美国的，有24%是中国的。那中国这些年的份额连年也在增长啊。如果巴拿马运河这个地方被美国给卡住了，那整个中南美洲这个区域中国的船只再想通过的时候，万一中美两国经济形势紧张，或者是外交形势紧张拉高到一定程度，中国可能就认为自己没有安全的这么一个余地了。所以大公报就开始警告李嘉诚，说你不能这么交易。紧随其后又连发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还讲到，他说伟大的这个商人都是爱国者，就质问这个李嘉诚，说你这笔交易卖给美国的贝莱德你究竟是出于自己的私利，还是出自于民族大义调门越来越高紧随其后，那香港的这个特首李家超就說：社會就事件有好多議論，反映社會對事件嘅關切，呢啲關切係值得重視。第二，
特區政府要求外國政府為企業，包括香港企業，提供公平公正嘅環境。我哋反對喺國際經貿關係裏邊使用脅迫或者施壓嘅手段。第三，任何交易必須符合法律同埋規則嘅要求，特區會依法依規處理。然后呢，香港的前特首梁振英，现在是全国副主席啊，他呢专门发了一个社交媒体，说的非常严厉。他说有些人认为啊，商人无祖国。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商人无祖国？他说美国政府只会支持美国商人的利益，反过来中国政府也会支持中国商人的利益，全世界都是如此啊。没有祖国的商人就像没有家的孩子一样，你只能备受凌辱。他没有点这个李嘉诚的名字啊，但言下之意说的就是李嘉诚。但是啊，香港啊这一系列的报纸啊对李嘉诚的警告啊，这个好像是啊并没有阻挡这个李嘉诚的这个交易的决心啊，因为这笔交易对于长江和记来说还是蛮合算的，因为它的总交易金额是228亿啊，这其中包括50亿资产的债务。有人给他算了一下，他最后能够回笼现金是190亿美元。这190亿美元可是一笔大数啊！你要知道，长江和记啊，现在的这个总市值加起来差不多也就是190亿美元。那你这190亿美元能够回笼资金的话，那对整个长江和记这个市值来说，那是非常大的利好。所以这个交易刚刚出来的时候，那长江和记的股价就在涨啊。所以李嘉诚可能就认为，从我自己长江和记的角度来讲，这笔交易啊，可能啊就是合算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在想，这李嘉诚啊，可能也是未雨绸缪，就认为未来这个港口这种政治资产，尤其是政治类资产呢，它的政治交易风险非常高。李嘉诚这个人呢，长期以来就是给人感觉嗅觉特别敏感，那个时机抓得特别准。你比如说1989年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唱衰中国，都认为中国不行了。人李嘉诚到了中国，投资了第一个港口，就上海的港口嘛，10亿美金买下了一个港口啊。所以后来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李嘉诚这个人就是政治嗅觉非常敏锐，他或许已经嗅到了这种意味，就是中美这2个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争夺政治类资产啊，可能未来必有一战。而长江和记裹挟其中啊，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而长江和记也包括李嘉诚呢，对中国政府啊，他很多东西也并不是特别的亲近。89年的时候，那李嘉诚就出来说啊，政府应该克制，是吧？也包括2015年左右的时候，他把中国境内的资产卖的卖，转让的转让。当时不是还有媒体说别让李嘉诚跑了吗？说他把这个长江和记啊，重心都转移到了英国。所以你知道李嘉诚吗？虽然今年97岁了啊，但实际上他还是在执掌着长江和记的大权，执掌着长江和记未来发展的方向。他或许就认为，现在我从中美双方角力的政治资产退出，对于长江和记来讲呢，是最稳妥的一个投资策略。但没想到啊，他这个退出提前引爆了中美2个大国啊在港口这类政治资产的角力。那么在今年3月份这个中旬的时候啊，据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啊，中国政府就开始下令，说中国国内所有的国有企业都不能跟长江和记再进行交易了。有人说啊，就习近平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为之震怒。但是啊，这里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因为长江和记呢是一家香港的公司，这个和记港口呢在新加坡上市，你想啊，中国政府啊要想管这家企业也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当时国际媒体都分析说，中国政府虽然对这笔交易非常不满意，但它可以采取的措施有限。但没想到啊，尽管这个手段有限，中国政府还是想到了招。在3月28号的时候呢，就由中国国家的市场监管总局出来接受采访，说这个违反反垄断法。中国的反垄断法就规定啊，如果你这个买家和卖家在中国境内啊，你的交易资产达到8亿人民币以上，你这个交易就得申报。但实际上，长江和记啊，也包括美国的这个贝莱德集团啊，不太符合这一条，因为贝莱德集团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嘛，而所有的港口交易都是属地计值嘛，也就是说，港口的进出港的这个统计都是统计到了这个当地的国家，并不统计到中国嘛。但是中国的反垄断法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行为如果涉及到中国未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平交易问题，那中国政府也有权出手调查。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市场管理总局就出手宣布对这一起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审查来审查去，4月2号到了，这个和记黄埔关于这起交易的这个法律文件就没有签成。一时之间，这笔228亿的交易案看起来前景已经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与此同时这巴拿马那边也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巴拿马有些人就开始起诉，说这个长江和记在2021年就是他在延期续第2个特许经营期的时候，这个交易本身违反巴拿马的宪法，这官司就打起来了。据说最新呢，巴拿马政府就出台了调查结论，说就是在第2个特许经营期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好像存在着12个方面的违规。那如果这个方面要是成立的话，那这情况又发生变化了中国政府不让长江和记把这个港口卖出去，那么巴拿马那边呢，那可能就认为你当时在第2个特许经营期这个延期的时候，你的手续就不完备，可能交易无效，有可能把你这个港口直接收回来。所以你看到吗？围绕着巴拿马这旁边的这个2个运河的港口中国、美国和巴拿马这3个国家都在进行着一系列的明争暗斗那么未来具体情况，我现在已经不太看好这笔交易了我认为中国政府只要出手的话，他如果不获得相应的补偿，他是不会允许这笔交易来进行的。获得什么补偿呢？大家都知道，美国跟中国现在不在搞贸易战吗？甚至美国就直接命令 TikTok 要在美国必须出售，对吧？那么他当时是以美国国家安全这样的一个理由，要求 TikTok 在美国必须把这个出售了嘛。那么中国现在可能有这种想法，就是把巴拿马的这2个港口的交易问题当做跟美国谈判的筹码。你美国不是强迫 TikTok 要这个出售吗？那么现在川普不是又延期了75天吗？对不对？那么中国这个时候呢，交易巴拿马的这个港口就可以拿来跟美国谈判，双方呢互相都当作是谈判桌上的牌嘛，是吧？所以呢，这个交易如果现在直接交易了，中国就没牌了。所以中国是希望把这个当作是跟美国谈判的一张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在没跟美国谈判之前，中国可能不会轻易放手这笔交易。但另外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中美2国这几年在经济领域内直接对撞的形势也越来越明显。就前2天，我们本周一直在讲，川普向全球发起贸易战，中美2个国家互相叫板、互相锯桌子腿互相斗狠的游戏已经拉开架势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香港的这些上市公司，也包括中国所有的企业，其实都难免在中美2大交易过程中间呢，你不得不选边站，甚至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大家都知道，滴滴那前年想要到美国上市，结果已经上市的时候就被叫停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跟中国政府报备嘛。你到美国去上市之后，你的那个信息安全，中国政府认为不安全，于是就直接给叫停了，惩罚非常重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由于中国跟美国现在在经济领域内的全面竞争，所以中国这些也包括香港这些跨国企业，遍布全球资产的这些企业可能在2大经济大国竞争的过程中都不得不面临一些额外的代价。从 TikTok 到这个滴滴，到李嘉诚的这个长江和记莫不如此当然了，中美双方的这种经济竞争，在我看来还要持续未来的10-20年的时间，最终可能要有赢家产生之后呢，才能产生一个新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中美双方的企业受磨难的日子可能还长着呢。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To further enhance our national security, my administration will be reclaiming the Panama Canal, and we've already started doing it. Just today, a large American company announced they are buying both ports around the Panama Canal.
Our relationship is growing in part to meet Communist China's rising challenge. China-based companies continue to control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canal area. That gives China the potential to conduct surveillance activities across Panama. This makes Panam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ss secure, less prosperous, and less sovereign. And a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pointed out, that situation is not acceptable.